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紫云健康频道。上一期视频我们了解了六君子丸和香砂六君子丸，这一期视频咱们来聊聊中医里调理脾胃的两个经典方子参苓白术散和补中益气丸，它们已经在中医临床上使用了上千年，帮助无数人恢复了健康。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它们到底怎么用。最后我还会分享给大家一些临床使用这两种中成药的小技巧，帮大家省下一些冤枉钱。我们先来看参苓白术散的组成与功效简介。一、参苓白术散是脾虚有湿的救星。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参苓白术散。这个方子听起来很专业，但其实理解起来非常简单。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健脾祛湿，用大白话说就是增强你的消化功能，同时排出体内多余的水分。参苓白术散由多种中药组成，里面有人参、白术、茯苓、甘草，这四味可是经典的四君子汤，是补气健脾的基础方。就好比盖房子得先打好地基，四君子汤就是参苓白术散的地基，先把脾胃的气补起来。脾胃虚弱的人往往湿气也重，所以这方子在四君子汤的基础上又加了不少祛湿的药。白扁豆这可是个好东西，既能补气又能祛湿，和白术有点像，都是那种燥湿的能手。砂仁咱们平时做饭也常用，它也有祛湿的作用，而且还能让脾胃的气机更顺畅。薏米大家都熟悉，熬粥常放，它的祛湿能力也很强。不过和茯苓比起来，茯苓是健脾祛湿各占5成，薏米则是祛湿占8成，健脾只占2成。所以薏米更擅长把体内的湿气通过小便排出去。还有莲子和山药，这俩可不是单纯的补气，它们还有收敛的作用。大家想啊，脾虚的人容易大便稀烂，次数还多，莲子和山药就像是给肠道加了个阀门，既能补脾，又能让大便变得成型一些。最后还有桔梗，这味药有点特别，它本来是治疗咳嗽化痰的，在这儿它能起到调节气机的作用，让体内的气顺畅地运转起来，就像给身体装了个小风扇，让气流通起来。参苓白术散的主要功效就是健脾益气、和胃渗湿，重点就在于一个湿字。那什么样的症状说明是脾虚有湿呢？如果你有以下症状，很可能就需要它。一、经常感到疲劳乏力，没精神，不想说话。2、胃胀，吃不下东西。3、大便不成形，偏稀。4、舌头上有白色厚腻的舌苔。5、身体感觉沉重，特别是下雨天或潮湿天气的时候，症状加重。6、女性朋友可能还会有白带增多的情况。简单来说，如果你觉得自己湿气重，那么参苓白术散很可能适合你。在中医理念中，脾不单指西医解剖学上的脾脏，而是指一个负责消化、吸收、运输营养的功能系统。当这个系统出现问题，我们就会出现上面的前4个症状。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具体怎么用。参苓白术散在药店很容易买到，有散剂、颗粒剂、胶囊、丸剂等多种形式。最常见的是散剂，一般1次1袋，1天2到3次，饭前半小时服用效果最好。为什么是饭前呢？因为这样药物可以先在胃肠道发挥作用，帮助你更好地消化即将到来的食物。不过这里有个小技巧，如果你的胃比较敏感，可以在饭后服用，减少对胃的刺激。另外，参苓白术散性质比较平和，大多数人都可以安全使用。前段时间有一位李姓患者，男，43岁，跑来我这边就诊，说自己3个多月一直有饭后腹胀，大便像鸭子便一样，稀溏不成形，平时脑袋感觉是懵的，犯困，去医院检查说是肠易激综合征。我让他吃了2周的参苓白术散，2周后他来复诊，症状明显改善，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这位患者就是典型的脾虚加湿得到改善的例子。这里咱们得和上期说的六君丸区分一下。六君子丸是治疗脾虚有痰的，痰多的时候，比如咳嗽有痰，痰多黏腻，这时候用六君子丸更合适。而参苓白术散针对的是湿，湿和痰其实是有关系的，湿聚久了就会成痰，但两者还是有区别的。
如果您主要是大便黏、身体困重、白带多这些湿的症状，就选参苓白术散；如果是痰多、咳嗽有痰，就选六君子丸。接下来我们来了解补中益气丸。2. 补中益气丸，中气下陷的得力帮手。我们先来看看补中益气丸的组成与功效简介。这个方剂的名字就很直白，补充中气，增强体内能量。这个方子主要针对的是中气下陷的问题。什么是中气下陷呢？简单说就是脾胃之气不足，没办法把内脏和组织拖住，导致它们往下掉。方子组成里有党参、炙甘草、白术，这是不是有点像四君子汤？不过这儿没放茯苓，而是加了黄芪。黄芪可是个重要的角色，它不仅能补气，还特别擅长升阳，就是把气往上升，就像个小电梯，把下陷的中气往上提。还有生麻和柴胡，这俩也是升阳的高手。生麻主要生脾胃之气，柴胡生肝胆之气，两者一起帮忙，就像从不同方向用力，把整个气机都带动起来了。陈皮在这里也有作用，补气的药吃多了容易让人觉得肚子胀，陈皮能理气，让气顺畅起来，避免补过头导致气滞。当归呢，补血活血，气血是相互依存的，补气的同时补血，让气的生成有更多的物质基础。那么什么样的人需要补中益气丸呢？主要是以下这些情况： 1. 长期疲劳，特别是稍微活动就特别累。 2. 容易出汗，尤其是不运动也会出汗。 3. 头晕目眩，特别是站起来时候感觉眼前一黑。 4. 经常腹泻，甚至有些人一有感觉就必须立即去厕所。 5. 女性月经量多，伴有疲劳感。 6. 脱肛、子宫脱垂或内脏下垂等问题。 7. 低血压、低血糖患者。简单来说，如果参苓白术散是治疗脾虚加湿的，那么补中益气丸则更侧重于治疗气虚下陷。我们看一下补中益气丸的使用方法与注意事项。补中益气丸同样有多种剂型，如蜜丸、水丸、颗粒剂等。一般来说，遵循药品说明书服用即可，通常是1次1到2丸或1袋颗粒，一天2到3次。和参苓白术散一样，最好在饭前服用，但如果感到胃部不适，也可以改为饭后。这里有个使用补中益气丸的重要提示，它有升阳的作用，也就是说会促进体内气血向上运行。因此，如果你本身就有高血压、容易上火、面红耳赤等上热的症状，使用时候要格外谨慎，最好让中医师辩证后再用。现在你可能会问，这两种药方听起来挺像的，我该怎么选择呢？让我们做个简单对比。参苓白术散主治脾虚加湿，重点在湿。如果你的主要问题是消化不良、腹胀、大便稀烂、舌苔厚腻，那么优先选择它。补中益气丸主治气虚下陷，重点在升举。如果你的主要问题是疲劳乏力、容易出汗、头晕、内脏下垂或频繁腹泻，那么这个更适合你。但实际上，这两个方剂并不冲突。如果你的症状比较复杂，同时有脾虚加湿和气虚下陷的表现，完全可以两者结合使用。比如可以早上服用补中益气丸，帮助提升一天的能量；晚上服用参苓白术散，帮助祛湿改善消化。3.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古老的中药方剂在现代病症当中的应用。1. 肠易激综合征，如果以腹泻为主，可以考虑补中益气丸；如果以腹胀、消化不良为主，则参苓白术散可能更合适。2. 慢性疲劳综合征，两种药方都有帮助，但补中益气丸可能效果更明显，因为它直接补气提神。3. 功能性消化不良，参苓白术散通常是首选，因为它专门针对消化系统问题。4. 女性健康问题，对于白带异常，参苓白术散有很好的效果。对于月经过多伴有疲劳的情况，补中益气丸可能更适合。5. 低血压、低血糖，补中益气丸的升阳作用对这些情况很有帮助。6. 内脏下垂，如胃下垂、子宫下垂等，补中益气丸的举陷作用非常适合这类问题。7. 面部浮肿，
组织松弛。补中益气丸可以帮助提升下垂的组织，改善面部轮廓。最后，我分享一些自己的实用小技巧，帮助大家更好地使用这两种药。一、与西药配合，这两种中药方剂一般可以与西药同时使用，但最好间隔1到2小时服用，避免相互影响。二、中药调理通常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到明显效果，建议至少坚持2到4周。不过，如果服用1周后症状没有任何改善，最好咨询下医生。三、辩证加减，如果你的症状比较复杂，可以在基础方上做一些调整。比如果参苓白术散服用后觉得腹胀不减，可以考虑加入一些行气的药物，比如用砂仁或陈皮泡水后冲服。如果补中益气丸服用后觉得上火，可以加入一些清热的茶饮，比如喝一杯菊花茶来平衡一下。四、季节调整，在湿热的夏季，参苓白术散更实用；而在寒冷的冬季，补中益气丸的温补作用更适合。五、饮食配合，药物治疗的同时，饮食调整也很重要。使用参苓白术散时，尽量减少生冷、油腻食物的摄入；使用补中益气丸时，可以适当增加一些温补食物，如红枣、桂圆等。好了，今天咱们聊了参苓白术散和补中益气丸这两个调理脾胃的经典方药。参苓白术散适合脾虚有湿的人，症状主要是身体困重、大便黏腻、白带多等。补中益气丸适合中气下陷的人，症状主要是内脏下垂、久泻、头晕乏力等。大家要记住，中医用药讲究辨证论治，虽然这两个方子很常用，但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具体症状来选择。如果自己拿不准，最好咨询一下医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到大家，让大家对生活中的常见中成药有更多的了解，学会用中成药来调理身体。如果您觉得视频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咱们下期再见。